你有没有想过，人类能飞出太阳系，却钻不透自己脚下的一层皮，往外走？我们登上了月球探测器，开到了火星。旅行者1号已经飞到了250亿公里之外，还在继续飞。可是往地底下，人类挖到的最深处只有12公里，连地球半径的 0.2% 都不到。就这12公里，用了一整代人的时间，花掉几十亿卢布，最后被一块铁板焊死，转身走了。那是一口井，在俄罗斯北极圈里的荒原上，风一吹就是几十年。1969年人类踩上月球的时候，苏联人决定往地下钻，不为石油，不为天然气，就是为了探索，就是要比美国挖得更深。这一钻就是24年，从1970年一直钻到1994年。中间苏联解体了，冷战结束了，整个世界换了一副面孔，那口井还在往下走，最后钻到12262米，再也钻不下去了。温度太高，设备融化，岩石像面团一样会自己愈合。1995年工人来了，把一块铁板压到井口，焊枪点了几下，转身就走。没有仪式，没有发布会，只有一道焊缝。到今天已经30年，那口井再也没被打开过。这个12公里的记录，直到2025年也没有被真正打破。后来有人打出了更长的斜井，但垂直深度依然是它最深。你可能觉得这没什么可把12公里跟地球半径6371公里放在一起，比例是 0.19%， 就像拿一根绣花针在苹果皮上轻轻点了一下，苹果皮都没穿透，我们就再也没办法往里走了。这个反差不是夸张，它是真实的。它说明地球内部是人类面对的最后一批未解之谜，就踩在脚底下。今天我们就从你脚底下1米开始，一层一层往下走，每一层都有你完全想不到的东西。越往下越古怪，越往下你越会发现，我们对这颗星球的了解远比想象中少得多。先从你脚底下1米说起。你这辈子最深入地下的时候，可能就是在花坛里挖过坑，在沙滩上刨过洞，或者帮家里翻过几铲土。绝大多数人对地下的直接触碰到手腕这么深就结束了。你以为那一层土没什么了不起，可就这30-40厘米里面，热闹得让人头皮发麻。你从健康的土壤里挖一茶匙就那么一小勺，里面大约有10亿个细菌，20万个真菌，还有1万个原生动物。你手心里捏着的这一小撮土装着10亿条命。地球上活着的细菌种类，我们能认出名字的不到 1%， 剩下的 99% 是什么？到现在也说不清楚。这1米还是植物根系的主场，一棵普通的大树把所有细根连起来，总长度能超过500公里，比一趟高铁还长。可这些根系超过 90% 都集中在地表下1米以内，那才是大树真正的命根子，你看不到而已。地表土壤还有一个你从没想过的功能，除碳。从0到10米深的土层里，储存的碳总量是整个大气层碳含量的2倍以上，比地球上所有森林的碳储量加起来都多。大气里那些让人头疼的温室气体，很大一部分就是被这层土死死压着的，它是地球气候的压舱石，一声不吭的工作。如果这层土坏了，大规模不合理耕作会让土壤结构瓦解，微生物群落崩溃，锁住的碳重新释放到天上。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数据显示，全球每年流失大约240亿吨肥沃表土，这个速度比自然形成新土壤的速度快得多。要知道，1厘米厚的健康土壤自然形成需要100年到1000年不等，而维持整个农业文明的那层活土，平均厚度只有18厘米，18厘米薄得像一层皮，贴在星球表面。人类几千年的粮食，所有的森林都挂在这18厘米上，要是这层皮坏了，就什么都没了。再往下走，超过10米，人类自己就进去了。我们开始主动往下挖埋管道，建地铁，挖隧道，把地下改造成了另一座城市。你坐地铁的时候可能没感觉，觉得站台也就下去10几米。北京大多数地铁站在地下10米到30米之间，手机还能有信号，上海也差不多。可你如果去莫斯科坐地铁，感受就完全不同了。有一站叫公园胜利站，深度84米，
从地面坐自动扶梯下去，要站将近3分钟才到站台。你站在扶梯上往下看，黑洞洞的看不到头，往上看也是尽头消失在一片黑暗里。你就在2个黑洞之间慢慢往下沉，那感觉非常奇妙。莫斯科地铁很多站修这么深，是冷战时期的设计，深就代表安全。核战争一旦爆发，这些站就是防空洞，地下10米到50米是地铁和城市管线的世界，地下50米到200米开始出现地下水。你知道全球有多少人直接喝这种水吗？大约20亿人。他们喝的水不是河里的，也不是水库的，而是从地下岩石裂隙中抽上来的。古墓也集中在这一层。埃及法老的地下陵寝深度在20到30米，中国汉代诸侯王的墓室最深能到50米以上，里面是完整的地下宫殿，有墓道、前室、主室、藏宝室，甚至还有排水系统。2000年前的人纯靠人力挖下去50米，一车一车往外运土，再把棺材和陪葬品送下去，最后回填封死。那个工程量放到今天来看也让人敬畏。这一层还有一个隐藏属性恒温，从大约15到20米往下，岩石温度常年稳定在10到15摄氏度，外面夏天40度，冬天零下20度，这里永远是同一个温度。古人把酒窖建在地下，不用电，不用制冷，就是利用这个特性，让酒1年4季睡得安稳。芬兰首都赫尔辛基把这件事做到了极致，那里冬天极寒，干脆把大量公共设施都搬到了地下，游泳馆、购物中心、运动场、停车场、教堂，全都在城市地下200米以内的花岗岩里掏出来。这个系统一直在扩建，暂时可以让全城几十万人进去避难，不受地面任何天气的影响。你一直觉得地下是埋死人和埋管道的地方，可芬兰人把整个城市的生活塞进去了。地下空间的利用在北京、上海、广州也有很多城市地下早就是立体网络，管线地铁、人防通道，商业空间一层叠一层。上世纪60年代，北京地下有一套连通的地道系统，最密集的时候，城区地下4通8达，人可以从一个村地下走到几公里外的另一个村。地下是城市的另一副面孔，也是历史的另一副骨骼，只是你平时看不到。你以为地下200米往下就只剩下岩石，什么都没有错了。研究人员在地下几百米甚至几千米深的岩石裂缝里发现了活的微生物。1986年，南非一座金矿的矿工在地下3.2公里深处打穿了一条岩石裂缝，里面有液态水流出来。3公里深的岩石里哪来的水？这本身就够奇怪了。科学家赶来取样，对水做分析，发现水里有活的细菌，那里没有阳光，没有氧气，几乎没有来自地表的有机物。这些细菌怎么活？它们靠分解岩石里的硫酸盐获取能量，就是字面意思，啃石头活着。科学家估计，这些细菌在那片黑暗里独自待了至少数百万年，跟地表世界完全隔绝，一代一代在石缝里存活下来。这种细菌后来被命名为勇敢的旅行者，之后在全球各地类似发现越来越多。美国南达科他州地下1500米，加拿大安大略省地下2400米，纳米比亚地下3600米，每个地方都有微生物活着。这些发现拼在一起，指向同一个结论：地下普遍有生命，不是偶然，是规律。2018年，国际深部碳观测计划发布了一份综合报告，汇总了全球几百个钻孔数据，估算出地球地下生物圈的总生物量大约是150到230亿吨碳。做个对比，地表所有生命加起来大约是550亿吨碳，其中植物占了450亿吨，所有动物加起来只有大约2亿吨，而地下微生物的总量比地表所有动物加在一起还多了100倍以上。你要问地球上活着的东西在哪？有将近一半在地底下寂静的黑暗里靠啃石头过日子。这个发现也改变了人类寻找地外生命的思路。过去觉得生命需要阳光，需要液态水，需要温和地表，现在这个框被打破了。天文学家重新审视木卫2，那颗木星的卫星表面是冰壳，下面有液态海洋，那里会不会也有类似靠化学能活着的生命？土卫2有从地底喷出的水蒸气，那里呢
南非矿山里的一种细菌，帮我们重新定义了什么叫适合生命生存的地方。这些深地细菌的代谢速率极慢，有的繁殖周期是几百年甚至上千年才分裂一次，整个人的一生对于他们来说可能连半代都不到。你爷爷的爷爷那个年代，他们可能才刚刚完成上一次分裂，他们计量时间的单位和你用的完全是两个概念，而且这些细菌的遗传多样性极低，有些地方只存在一两种，没有天敌，没有竞争，也没有任何新鲜事，就一种细菌独自在几公里深的石缝里存在了几百万年，他们从来没见过光，不知道太阳是什么，不知道大海是什么，也不知道有风这种东西。他们只印识黑暗和岩石，还有几百万年不变的沉寂。往下走，超过200米，普通人就进不去了。进去的是矿工，矿工能下到的深度，会让你觉得他们不是在挖矿，是在跟物理规律硬扛。地下有一条铁律，每往下100米，岩石温度升高大约3摄氏度。假设地表20度，往下1000米就是50度，往下2000米是80度，往下4000米。自然温度已经超过60度。全球最深的金矿在南非，叫姆波尼格矿，最深处大约4公里。那里的岩石温度是60到66摄氏度，站在那儿15分钟就会中暑。所以矿山要安装巨大的制冷系统，每天往矿道里泵入大约6000吨冰浆，把冰打碎，加水搅成浆，用管道强行灌下去，才能把空气温度降到28度左右，人才能活。这6000吨冰每一天都要消耗，就为了给矿工创造一个不会当场死掉的工作环境。这个制冷成本是矿山每年支出的大头。工人下井一次，单程坐电梯就要1个多小时，你每天上班通勤也许是半小时。这些矿工每天要在竖井里坐1小时电梯，到了之后在高温里作业几个小时，下班再坐1小时回来，天天如此。地下4公里还要面对一种叫岩爆的危险，每往下1000米，岩石压力增加大约270个大气压，到4公里深处接近1100个大气压，压力积累到一定程度，周围岩石会突然爆裂，碎块以接近子弹的速度飞出来，直接打穿人体。这种岩爆毫无预兆，是深井作业里最防不住的杀手。还有一个细节，工人在4公里深处不能戴普通手表，因为岩石压力会让精密仪器走时不准。你走近的是一个连手表都失灵的上班地点，矿井里的空气也不是自然流进来的，全靠大型通风机强行打入。如果通风系统出了故障，在那种温度和密封空间里，人撑不了多长时间。所以深矿的应急预案里，通风故障是最高等级紧急情况。除了南非、印度科拉尔金矿最深处也超过3公里，加拿大克莱顿镍矿超过2400米。每一座深矿都有自己的一套制冷系统、岩爆监测和复杂安全规程。随着浅层矿藏越来越少，人类被迫往更深的地方去。赶下这种深度的人，工资是当地制造业工人的好几倍。你手上或者脖子上戴的那颗金子，很可能就是从4公里深处，从每天需要6000吨冰才能待人的地方，一点一点抠出来的。经过冶炼运输，最后到了你手上。矿工能到的4公里，对地球内部探索来说，只算刚刚起步。苏联人不是来挖矿的，他们是来探索的，所以继续往下钻，一直钻到12公里，然后停了，旱死了。这件事要从冷战说起。上世纪50年代，美国提出了莫霍计划，想在海底钻孔，一直钻到地窖和地幔的分界面，直接拿到地幔岩石。苏联一看，你要往地球里面钻，我也要钻，而且要钻更深。1970年，科拉超深钻孔项目启动，选址在俄罗斯西北角的科拉半岛，那里岩石古老稳定，适合打深井。头几年进展顺利，1979年深度就突破了9583米，打破了当时美国保持的记录。可越往下问题越多，全是预先没料到的。首先是温度，科学家原先预测12公里深处温度大约100摄氏度，设备能应付，实际一测180摄氏度，比高压锅还烫。钻头里的橡胶密封圈直接融化，润滑油挥发，精密仪器烧毁。一个钻头在那个深度寿命短得惊人，必须频繁把几公里长的钻杆提上来换，
再放下去消耗巨大。高温还带来另一个麻烦，岩石的状态变了。在巨大压力和180度高温下，岩石开始表现出塑性，像非常稠的面团，不是液体，但有弹性，会慢慢流动。这意味着你钻出来的孔洞放置一段时间，就会自己往里面收缩，把钻杆夹住，甚至完全愈合，让你之前的进度白费。还有一个更意外的发现，在大约9公里深处，钻孔里渗出了液态水，9公里深的岩石哪来的水？分析发现，这不是地表渗下去的，而是岩石矿物里的氢和氧在高温高压下被挤出来，重新结合成了水。岩石自己把自己挤出了水，这是教科书里没有的。网上一直流传一个故事说，科拉深井挖到了地狱，录到了惨叫声，那是假的，是芬兰一家讽刺杂志的虚构文章，后来被人当真了。真实的发现里，最离谱的就是这些水和那些推翻理论的岩石。这口井还推翻了一个经典地质理论。教科书一直说，大陆地壳分2层，上面是花岗岩，下面一定深度就变成玄武岩。科拉的钻探，结果直接打脸，在应该出现玄武岩的深度，取出来的还是花岗岩。不去钻一下，你永远不知道地球内部跟你想的有多不一样。1992年钻到一安2262米，再也打不下去了，温度太高，设备撑不住，换一个钻头坏一个，效率趋近于0。1994年宣布停止，1995年压铁板焊死走人。苏联人输给了什么？不是预算，也不是意志力，是物理地下12公里，把人类所有工程能力打得落花流水。而这只是地球半径的 0.2%。你可能会问，人类往太空飞动不动就是几百万公里，为什么往地下钻区12公里反而更难？这个问题问对了，答案会让你重新印识两者的本质差别。太空是真空，没有阻力，没有摩擦，设备打上去就一直在那转，不需要持续消耗能量。温度虽然极端，但工程师有成熟隔热和加热方案。最关键的是，无线电信号在真空中以光速传播，你可以在北京遥控火星上的探测车信号延迟几分钟，但能到。在地下这些优势全部反过来。第一，温度每往下100米升3度，到12公里超过180度，而普通电子芯片耐温也就85度，工业级顶多125度。到了那个环境直接烧毁，电线绝缘层脱落，所有精密设备全部失效。第二，压力随深度暴涨，12公里深处超过3000个大气压，普通钢材变形，精密部件配合间隙被压死，材料疲劳，寿命急剧缩短。第三，信号传不下去，无线电波穿不透岩石，你没法遥控地下设备，只能靠有线电缆，但几公里长的电缆本身也要承受高温，高压保持正常工作是巨大难题。第四，钻杆自重惊人，12公里钻杆自重超过200吨，旋转时扭转应力随深度积累，越深越容易扭断，科拉就断过好几次。第五，岩石会自己愈合，高温高压下岩石具有塑性，钻开的孔会慢慢收缩，等你处理完其他问题回来，孔径已经变小，甚至堵死了，你的努力被岩石自己还了一部分，干了白干。往太空打卫星，好比往空房间里扔一个球，路径精确，扔出去就出去了。往地下钻，好比拿一根筷子往一锅沸腾粘稠的热油里插，油在涌动，温度灼烧，筷子被糊住，停一下孔就合上了。往外飞是在跟空旷较劲，往下钻是在跟整个地球较劲。地球用的武器是高温高压和会愈合的岩石。人类目前没有完美答案。那12公里以下是什么？我们从来没到过那里，但地震帮了大忙。每次地震，震波会从震源向四面八方传播，穿越地球内部。当震波穿过不同密度、不同成分的岩层时，会发生折射，反射速度也会改变。全球几千台地震仪接收这些信号，科学家再反推内部结构，就像给地球做超声波检查。1909年，克罗地亚地震学家莫霍洛维奇在分析一次地震数据时，发现震波在大约30公里深处突然加速，说明那里存在一个密度突变界面。这条界面后来被命名为莫霍面，它是地壳和地幔的分界线。在大陆下面，莫霍面深度平均35到40公里，
在海洋下面只有7公里左右，人类最深的钻孔才12公里多，连大陆地壳1/3都没穿透，连没货面的边儿都没摸到。当年美国没货计划选择从海底钻，就是因为海洋地壳薄，可是花了几百万美元，最深才钻了海底以下183米，1966年就被叫停了。没货面以下是地幔，绝大部分是固态的，主要成分是橄榄石，密度更高。但在几百万年时间尺度上，这些固态岩石会极缓慢的流动，类似冰川，1年几厘米。正是这种对流驱动着板块运动，把大陆推来推去。地震和火山都是副产品，地幔里的东西也会跑到地表。天然钻石就是从上地幔里来的，每颗天然钻石的形成深度在150到200公里，温度900到1300摄氏度，压力数万个大气压，碳元素在那种条件下被压成钻石结构。钻石怎么上来的？被一种叫金伯利岩的火山岩浆高速喷发带上来，速度之快让钻石来不及分解。你手上那颗天然钻石是一块从地下150公里深处高速逃出来的地幔碎片，它见过的地方人类永远到不了。科学家还在金伯利岩里找到地幔橄榄岩的碎块，那是真正来自地幔的实物样本，能直接测量地幔成分。再往下过了地幔，深度达到2900公里左右，进入地核。这里人类更没有直接接触，全凭地震波和实验室模拟。地核分2层，外核和内核。外核从2900公里到5100公里是液态的，主要成分是铁和镍，厚达2200公里的液态铁海洋一直在缓慢翻腾，这种流动产生了电流，电流产生了磁场，这就是地球磁场的来源。地球磁场是太阳风和地表之间的隐形屏障，没有它，太阳风会直接剥蚀大气层。火星就是例子，火星比地球小，冷却快，内部液态铁活动停止，磁场消失，太阳风一点点吹走了火星大气，地表水蒸发殆尽，变成了今天的荒漠。地球磁场把高能带电粒子导向两极，轰击大气层，这就是极光。你看，美景背后是磁场在保护着你，把伤害变成了灯光秀。内核从5100公里到地心，是一个半径约1220公里的铁镍固体球，直径接近月球的 70%， 那里的温度高达5000到6000摄氏度，和太阳表面差不多。可铁在地面1500多度就融化了，6000度却还是固体，因为那里的压力高达360万个大气压，硬生生把铁压成了固体，温度再高也融不掉，这叫压制固化。2023年，科学家分析地震波数据，还发现内核可能又分一层，最中心铁晶体排列方向不同，就像一个球里套着另一个球。地球的磁场也并非永远不变，它历史上已经翻转了几百次，上一次翻转在大约78万年前，翻转过程中磁场会短暂减弱，磁极混乱，持续几千年。那时候指南针会直接失灵，指向混乱。我们每天站在地球上，脚底下6000公里是一个6000度的固态铁球，它驱动着液态外核产生磁场，挡住太阳粒子，让你能好好活着。不是我们征服了地球，是地球一直在用看不见的方式保护我们。说到这儿，可能有人会想，既然陆地钻这么难，为什么不去马里亚纳海沟底部钻？那里海平面以下已经11公里，再往下钻不就能更快到地幔吗？这个思路逻辑上没错，而且科学家也认真想过，因为海洋地壳确实薄，平均只有7公里，从海底钻7公里就能穿透地壳到达没货面。但马里亚纳海沟本身太深了，挑战者深渊水深超过11000米，水压约1100个大气压，你的钻探设备先要扛住这个水压。不坏，目前没有商用设备能做到。更麻烦的是，钻杆总长度，海面到海底11公里，再加岩层7公里，总长18公里，一根标准钻杆自重就360吨，加上船体在海面风浪中漂移，18公里长的钻杆像细线一样晃动，稍不留神就扭断。这就像站在晃动的船上，用18公里长的细线去穿绣花针，针还在水下11公里。所以深海钻探需要选一个水压适中、地壳又薄的地方，比如水深3到4000米，水压300到400个大气压，
总钻感长度10公里左右，虽然极难，但在工程上可以尝试。日本为此建造了科学钻探船地球号，可以在4000米水深作业，配备最长10公里的钻感系统。在印度洋某处，地球号已经把距离莫霍面的距离缩小到了大约 1.5 公里，还没到，但非常近了。这是人类迄今为止距离莫霍面最近的地方。近路有收费站，你得付得起那个代价才走得通。最后再说回那口被焊死的井。封井之后，科拉半岛那片地方慢慢破败了，钻探设施废弃，建筑物年久失修。2008年被评定危楼，部分结构已经倒塌。曾经竖着钻塔的地方只剩一片荒地，一块锈迹斑斑的铁板压着那个洞。在芬兰，人们在地下做着另一件呼应的事。芬兰西南部地下约500米深处建了一座核废料储存库，叫昂卡洛，芬兰语是洞穴的意思。它用来存放全国所有高放射性核废料，设计存放时间是10万年，确保10万年内辐射不泄漏。工程上挖洞、混凝土封装、铜制容器，这些都能做到。最大的难题是，你怎么警告10万年后的人类，告诉他们这里有危险，不要挖开。10万年前人类还在用石器，刚刚走出非洲。10万年后的人类不会说今天任何一种语言，中文、英文可能全成了没人印识的古文字。你刻上危险辐射，请勿挖掘，没有人能看懂。工程师讨论过，种荆棘让人不舒服，竖起恐怖雕塑让人本能恐惧，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做，把位置彻底保密。可每种方案都有漏洞，荆棘可以砍掉，雕塑可以拆掉，秘密可能泄露到今天。这个问题还在争论，没有定论。昂卡洛预计在未来几年开始接收废料，慢慢装满，最后封死，和克拉深井一样压上盖子，希望永远不再被打开。一口封死的科研之井，一座封死的核废料地窖，一个问出去的问号，一个压下去的秘密，都在地底下，都在脚底下，都没有答案。那道焊缝不是终点，是一个等着被重新打开的问号。如果你觉得这趟从脚底到地心的旅程让你开了眼界，就点个赞，关个注，我们下次继续往更深处走。